能让秦海璐笑场的人只有祖峰。不要这么呆呆的，宝宝会笑场的。特别想给你刷俩石膏子，你笑的也太憨了。还没完啊！看着右手捏着半头砖，左手还要插裤兜的造型，你别治啊！一个江苏男人把东北老爷们儿憨中带狠、狠中带飒的劲儿诠释得如此传神，难怪导演高鹏说《老枪》这部电影是专门给祖峰量身定制的。问题是，这个单手插兜的姿势到底是在干嘛？片名《老枪》已经给出提示，祖峰饰演的顾学兵曾经是一名专业射击运动员。那么专业的问题还是交给徐海峰老师给大家科普一下吧。规则不允许双手，只能单臂制胜。手插兜的，它目的它主要是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我们是必须是单臂制胜。不止这一个细节的还原到位，这句在预告片中反复出现的射击专业术语也一定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其实很好理解，射击运动员在比赛中必须把分散的精力全部集中到一点，心无旁骛，才能精准命中标靶。但再看一下影片的英文片名，直译是一次漫长的射击，作为英文短语，引申意为没把握的尝试，这不是矛盾的吗？是的，集中精力才能锁定目标，可命运无常，谁都想求得平衡。影片中每个角色的塑造都基于这一矛盾心态，这就是老枪值得玩味的内涵。顾学兵的矛盾一开始来自不得不从射击队退役的现实。当你状态最好的时候，打出你最好的一枪，那个时候就什么都听不见了。对射击运动不了解的观众肯定不知道，70、80年代射击训练馆里的标语除了刻苦训练、为国争光等，还有4个字非常醒目：唯我独尊。当然，小生也是咨询了一些业内大神才有耳闻。据说优秀的射击运动员都拥有天之骄子的霸气，他们在训练和比赛中可以达到无我的境界。通俗说就是眼里已没有自己，只有手中的枪和需要命中的标靶。这也造成了射击运动员的一种职业病，他们性格相对孤僻，因为这项运动不需要团队合作。顾学兵的木讷与憨直正是源于这一职业病，所以当他退役成为钢铁厂的一名保干后，经常一意孤行，很难融入到同事的圈子里。顾学兵，叫你牛逼，叫你有种，我可真他妈不想跟你当同事。再看看他自己造的手枪，枪柄像不像一副镣铐？这除了能让他的手和枪能更加稳固地绑定在一起外，还象征着他给自己打造的枷锁和牢笼。困扰他的不只是从射击队退役无法再征战赛场的不甘心，还有他因听力受损而丧失的平衡力。造成听力下降有很多种原因，如果真是前庭受损，那一定会影响到平衡力。80年代的东北，工厂纷纷停产，大批职工下岗。顾学兵的内心无法平衡，生活琐碎里，他也极不擅长平衡身边的人际关系。就连和相亲对象由秦海璐饰演的单亲妈妈金雨佳在一起时，这段中年恋情分明互有好感，却也略显尴尬，不解风情。要不你给我唱个歌？啊，我哪会呀？我觉得小点声。我还有事，先回去了。回到家中，才自顾哼起小曲的顾学兵绝想不到，经常来厂里偷废旧电缆的一群坏小子中带头的耿小军，就是自己心仪对象金雨佳的儿子。热血少年耿小军恍惚让我们梦回边水往事的麻牛镇。兰波和耿小军2个角色身上最打动人的是他们共同的纯粹和倔强，但这些特质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却又显得那么格格不入。通过向耿小军传授枪械和射击知识，以及在母亲面前帮他隐瞒盗窃电缆的事儿，顾学兵和耿小军好不容易建立起既像朋友又如父子般的男人羁绊，却因一场意外发生了巨变。耿小军和铁哥们小马带着一众小兄弟，打算最后到厂里偷一次电缆。今天最后一次，谁也别教练。他们不是屡教不改，而是生活所迫。我哪有他们讲的？他爸死了，就给评了劳模，1分没有。那一家子就不需要养吗？在旧工业时代的尾声里，劳模的头衔哪里比得上3000元抚恤金？相较之下，这些少年也比大人们有底线的多。他们准备偷够3000块的电缆就收手。咱们拿的都是这场欠我。
可惜，就是这最后一次，让一切变得无可挽回。名存实亡、无以为继的钢铁厂已经很久没有给职工们开支了。夜间偷窃的少年们偶遇了想要偷偷变卖厂里旧设备的车间主任。合闸通电，启动设备的瞬间，偷电缆的小马触电从高处坠下。众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先救人，但主任第一时间阻止了大家的行动。私自倒卖公共资产是重罪，虽然有厂长受益，但参与者也都脱不了干系，而触电摔死的不过是一个小偷。在大人们的价值观里，牺牲小马一个孩子的命可以保全厂长、主任还有几千名职工的利益，所以小马不能救。跑出去救人，跑出去救人！抓住他！快，抓住他！快！善良单纯的耿小军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无能为力的他把希望寄托在了亦父亦友的顾学兵身上，但面对厂长的亲自下场劝说，本就不善平衡人际关系的老顾也即将走向崩溃边缘。这事儿啊，咱今天就让他这么过去，至少在厂庆的时候，大伙儿能拿到点钱。那个孩子不管是咋没的，人已经回来了，那边还有8000条人命啊！你要是我这个位置，你咋选？一向靠自己解决问题的老顾此刻明白了，很多事情是凭他一己之力解决不了的。对不起，你是不管了吗？我得把手人给按了。我不按，我不能按，打你了，信不信？打死我也不能按，我按了。你们怎么都不讲道理，这不能按。一把老枪即使不同凡响，却也无力改变现实的沉重。顾学兵再也不能做一名射击运动员，只能选择妥协的生活，就像时代大潮下曾经轰轰烈烈，现在早已辉煌不再的东北老工业基地。而被时代的镣铐禁锢住的，又何止老顾和小军呢？这么多年，我让我身边的人过得都不好，我自己过得也不好。小声感叹，电影中的人物故事线似乎和电影本身的命运形成了宿命般的纠缠。也许很多人不知道，老枪开机日当天，导演高鹏就因为特殊原因不得不离开剧组。更想不到，这部因各种原因数次停拍、命途多舛的影片，最终斩获了东京电影节的最佳艺术贡献奖。一切已成往事，再回首看来，当年200多名剧组人员望眼欲穿，不知导演何时回归的心情，不正和影片中的顾学兵想要坚持内心的正义，却又被大时代裹挟着纠结彷徨，如出一辙吗？老枪的特别之处，正是刻画出了当下社会中我们无比熟悉的孤独，又无比陌生的侠义。也许未来这样的大荧幕作品会越来越少，所以在能看见的时候，还是多看看吧。当站在赛场上的射击选手不得不跪在地上时，他的枪就注定要取人性命了。影片结尾的高潮枪战中，老顾打出的最后一发子弹射向了罪犯，也射向了他最敬重的大哥，更是射向他们这一代人曾经意气风发，现在不得不尔虞我诈的崩坏的时代。耿小军举起枪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想长大成为眼前这些虚伪又窝囊、城府又无趣的大人，而顾学兵举起枪是希望找回曾经那个坚韧、自信、一往无前的自己，还有那段热火朝天又充满诗意的青葱岁月。于是小生听见老枪的一声闷响，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回荡，他仿佛冲破了枷锁捆绑，却又不知去向。我只能对自己说，蒋干，你来，这笑容温暖纯真。